那你住的地方离公司多远？每天花多少时间通勤？不知道你觉得自己的通勤方式是否方便？那我家离公司呢，直线距离是9公里，行驶距离12.8公里。平时我选择的是上下班开车。虽然会比较自由啊，但是也有一些问题，比如说高峰期堵车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你一天的心情。还有就是每个月的花费实在是不低。那除了2个地方固定车位，那油费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呢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所以呢，我就突然想尝试一下有没有更加好的通勤方式。那我这边说好主要出于3个方面考虑。第一就是成本花销，第二是时间第三就是如果我们用计算碳排放的方式，那是不是会更加环保？那我们就实际对比一下不同的通勤方式。OK， 那首先是我最常用的通勤方式，那自己开车。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时间。好，准备出发。那自己开车呢，还是有很多好处的，比如说就时间相对比较自由，但是还是有代价的。比如说高峰期呢，堵车比较让人抓狂。还有呢，就是油车在通勤的时候这个城市路面，在低速情况下，你想要超车猛加速这个油耗会一下子飙上去。所以说，不是很多人在起步的时候都舍不得踩。一方面是这个数字不好看，另外一方面你踩了响呢，这个整体的引擎声音也会比较大。好，那我们到达了目的地。在疫情期间呢，大概花了37分钟。平时一般正常的话呢，大概是要50分钟左右。那我们计算一下花销，这次平均油耗呢，大概是11.2升每100公里。那行驶里程12.8公里。那按今天的油价7.75元每升，那油费呢大概是11.11元。不过为了达成开车上下班呢，我需要在家和公司各有一个车位。每个月是900元。那900除以22再除以2，那综合算下来呢，那我开燃油车每一次的通勤成本是31.56元。然后再计算一下碳排放，目前比较主流的方式呢是通过行驶距离乘以二氧化碳排放指数 M 我看了好几个模型，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通俗易懂的。大家也可以上这个 C2R Connect 的网站，在这里面查询非常方便。我把这个页面呢放在简介里面，这样我给出几个常用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指数。综上呢，我油车通勤的碳排放就是12.8乘以0.11等于1.41千克二氧化碳。也就是说呢，我每开一次车，大概有这么几瓶水重的二氧化碳被排放了出去。接下来我们测一下第二种通勤方式。那我首先能想到的改变呢，就是把燃油车换成电车。那我们这次用的电车呢，是一汽丰田的 BZ4X。今天是有一些拍摄任务的，把一些器材放到后备箱里面。它这个内饰风格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科技感。像座椅还有这边的织物材料呢，据说都是用环保的可回收材料去做的。那我比较喜欢的是这边它还保留了很多实体按键。如果你坐后排的话呢，它前后排都是有座椅加热，然后后排的空间也还不错。你好，一汽丰田。中午好。到。我找到了10个相关信息。第一个。好的，已更改目的地为。其实我觉得电车呢是更加适合通勤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城市道路上呢，电车的加速超车会更加干脆一点。比如说现在这样子。另外一点呢，昨天我也提到了，就油车你在猛加速的时候，它这个油耗会突然爆表。但电车呢，它在低速猛加速的时候，它的能源利用效率会比较高一些，所以你踩的时候没有那么有罪责感。那这几天开下来呢，发现它有个系统是比较适合你通勤的时候用的，就是它的 TSS 智行安全系统。那只要启动它呢，就会有很多的辅助系统在同时运作比如说它这个车道保持，还有定速巡航，以及它对路面上一些行人还有车的识别。那现在的车道保持还有方向盘呢，以及速度都是由它这个系统的车子在接管。那到了前面比较空的地方呢，它又会自动加速。那前面有车子插进来呢，它又会减速。那可以减少很多你在堵车过程中对于车辆繁琐的操作。那你在通勤过程中呢，可以把它的最高巡航限速呢设置成公路的限速，这样会让你通勤的过程中呢相对比较轻松，就不会那么抓狂。OK， 那我们已经到了。那现在再拍一下它的剩余续航还有时间。OK， 那我们到达目的地了。那用时呢大概是40分钟，这个跟油车呢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那它的表显续航改变是16公里，那实际行驶是12.8公里。耗电算下来呢，这次通勤大概花费了1.9千瓦时。那这边呢，我也参考了一位朋友他1年的电动充电桩的账单，所以用电的花费呢大概在0.4乘以1.9，等于
0.77元啊，这个能源花费比起油车的话呢，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。这辆车的100公里耗电呢，我算下来大概在14到15度电，可以说 BZ4X 的能耗算是非常低了。那要特别说明的是，电车在行驶过程中，它理论上碳排放是0。那这边的这个指数呢，主要是根据发电时候的一个折算因子换算出来的。同样加上停车费之后，电车每次通行的成本大概在21.22元左右。它的碳排放量，电车呢大概是12.8乘以0.043，等于0.55千克。差不多就是这么1瓶水。那这个排放呢，只有油车的1/3。那下一种通勤方式呢，就是电动自行车。那骑小电驴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通勤方式嘛。你看啊，虽然现在国标电瓶车跑得慢，但在上班高峰期呢，它有它自己灵活的优势，所以我大概也花了差不多40分钟就到了，并没有比车子慢很多。但小电驴电耗没办法精确计算，像我这台呢，它只是标了48伏。好在我楼下充电的费用是固定的，那6个小时以内都是2块钱，1天1充，再加上每个月8块钱的停车费，那其他就没有什么额外费用了。你算下来的话呢，单次通勤成本只要1块1毛8，真的是很低啊。它的碳排放量呢是12.8乘以0.061，等于0.078千克。这个数字看上去就非常低了。各个数据维度都很好，对吧？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，你有电瓶车上下班的话呢，是非常的冷。因为它仅仅是一个通勤工具，汽车不仅是通勤工具，也算是一个替你遮风挡雨的庇护所。那最后一种呢，可能是大部分人的通勤方式，也就是公共交通。对我来说呢，就是共享单车加地铁。那它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开交通拥堵嘛，你无论什么时候出发，花费的时间都差不多。但坏处就是时间不大可控。那像我经常是高峰期出门找不到共享单车，那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或者是刚错过一班开走的地铁，而且这个时间主要会花在最后1公里或者是换乘上面。所以说公共交通一旦换乘多了，这个时间就会被大大的拉长。那我们这次的通勤呢，大概花了53分钟。那这次的通勤成本花费呢，是1块5的共享单车加上4块钱的地铁，一共是5.5元。当然它让你的时间成本高了很多。那碳排放量我们用地铁实际的行驶距离15.3乘以0.042，等于0.64千克。这数字比电动车差不多是吧？好像还高一点，有点让我惊讶。当然这个网站它计算的是平均情况，所以这个指数 M 呢有很多因素没有考虑进去，比如说地铁非高峰期和高峰期塞满一车人啊，这个人均碳排放指数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放在这边呢，仅仅是一个参考。好了，那现在数据出来了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。那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，你无论是从花费还是从碳排放的角度，都比其他方式低不少，而且通勤时间也不长。仅从数字的角度呢，是一种最理想的通勤方式。但实际情况下，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从安全、续航或者是风吹日晒的角度，那选择其他的通勤方式。公共交通呢是比较便宜，也比较环保。但考虑时间成本的话呢，它的花费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低，而且由于他们非高峰时期的能耗，那可能会拉高整个系统的人均碳排放。那在现在，如果你把疫情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呢，那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去通勤也会相对来说安心一些。那并且呢，不会受到末班车的影响。所以你看，对那些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，这也算是一种用金钱去换时间的方式。那综上所述啊，如果我家里可以安装充电桩的话，那相对而言呢，我会选择用电车去通勤，因为无论是从环保、舒适还是花费成本来说，都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方案。那早些时候呢，我也参与了 BZ4X 发布的直播，那其中对他们 BZ City 的创意理念印象很深。那希望未来能像他们描述的那样，那呈现出人与人、人与车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别样自由，一切皆有可能。OK， 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